你好呀，這裡是默默的投資筆記。Rocket Lab 這一季營收增長 62%， 積壓訂單增長 137%， 兩個數字全都創下紀錄。可財報出來以後，市場最在意的卻不是這些好消息，而是第三季度毛利率指引降到了 29% 到 31%。Lutron 也只確認第四季度送到發射台，沒有明確維持第四季度首飛。公司越來越強，但最關鍵的火箭時間表反而變得更模糊，這就是這份財報最大的矛盾。上一次分析 Rocket Lab 時，結論是基本面有亮點，但股價已經提前反映未來多年利好，所以繼續持有觀望，不追高。這次營收、訂單和現金都比上次更強，但 80.01 美元的價格仍然在提前購買 Neutron 成功。我把最新財報技術面和估值重新梳理了一遍，結論仍然是觀望。為持倉者先等估值回落，已經持倉的可以繼續觀察。至於什麼價格值得重新考慮， Neutron 進度怎麼影響估值，後面逐項展開。Rocket Lab 已經不只是發射 Electron 小火箭，它還生產衛星和航天部件，並準備通過收購 Iridium 進入衛星通信運營。要看懂股價，先抓住4個數字。第一，第二季度營收 2.341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62%， 增長主要由空間系統業務推動。第二，積壓訂單達到 23.6 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137%， 發射積壓超過90次，相當於約10個季度的本季收入。第三季度毛利率指引只有 29% 到 31%， 低於第二季度的 36.1%， 收入創新高，利潤率卻往下走。第四，情景加權價值約68美元，比 80.01 美元低約 15%。所以好公司和好價格在這裡還不是一回事，先看股價本身。Rocket Lab 在8月11日收於 80.01 美元，過去52周的收盤區間大約是 39.48 美元到 150.23 美元，股價從高點回落接近 47%， 7月底最低跌到 58.60 美元，隨後又反彈到80美元附近。20日均線是 70.35 美元，200日均線是 78.15 美元。現價已經站上這兩條線，但50日和100日均線都在88到90美元附近，中期壓力還沒突破。RSI 為 53.2， MACD 正在修復， ADX 為 25.3。 上方先看83到90美元，下方看70美元，再看58到62美元。技術面正在修復，但還沒有重回明確的中期上升趨勢。接下來聊聊估值。先說結論，Rocket Lab 的基本面越來越好，但現在的價格依然貴，而且貴的不只是當期業績，而是把 Neutron 國防訂單和 Iridium 整合都提前算進去了。按約6億股和 80.01 美元計算，公司市值約480億美元，企業價值約456億美元，過去12個月營收約 7.69 億美元，對應企業價值除以營收約59倍。即使按第三季度指引簡單年化，倍數仍有44倍。公司尚未盈利，傳統市盈率在這裡沒有意義。用現在的營收估值 Rocket Lab 就像給一個剛開始接大項目的創業團隊定價，你買的是它幾年後能不能長成完整的航天平台。44到59倍的營收估值已經默認Neutron成功，國防合同兌現，收購順利整合，只要一環低於預期，估值壓縮就會很快。基本面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第二季度營收 2.341 億美元，毛利率 36.1%， 去年同期是 32.1%， 也就是說每實現100美元收入，這一季留下 36.1 美元毛利，比去年多了4美元左右，淨虧損4926萬美元，去年同期虧損6641萬美元，虧損在收窄。產品收入 1.813 億美元，服務收入5272萬美元，說明主要增長來自衛星和航天系統，而不是發射業務單獨推動。公司現金和有價證券合計約 23.9 億美元，上半年經營現金流流出 1.344 億美元，短期資金壓力不大，但上半年 ATM 增發募資 15.3 億美元，普通股數量繼續增加。資產負債表變強了，代價是現有股東被稀釋，公司仍然虧損 ，ROE 為負，傳統杜邦拆解沒有正向參考價值。第二季度毛利潤8458萬美元，經營費用卻有 1.421 億美元，經營層面仍虧損5751萬美元。
公司現在不缺現金，但距離不依賴融資的盈利模式還有一段路。另一個變化來自 Neutron， 上一份指引的目標是第4季度首飛，這次變成第4季度送到發射台。送到發射台和完成首飛不是一回事，這不代表已經延期，但時間表的確定性下降了，必須計入估值。我基於最新財報梳理了3種未來12個月的經營情景。多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95到115美元。Neutron 按計劃推進，年化營收突破12億美元，國防合同和 Iridium 協同順利兌現。這要求幾個高難度目標同時實現，基礎情景概率 50%， 目標價60到70美元，營收保持 35% 到 45% 的增長，毛利率維持在 30% 左右。Neutron 繼續推進，但時間表仍有波動，股本稀釋沒有失控，這是更合理的中間路徑。空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35到45美元。Neutron 再次延期，毛利率持續承壓。Iridium 收購融資超出預期，或者增發速度繼續加快，都會讓市場重新評估它願意為遠期故事支付多少倍數。3種情景加權下來，價值約68美元，80.01美元高於基礎情景上沿，也高於加權價值。當前的風險回報仍然不匹配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評級是觀望，基礎目標區間60到70美元。還沒有持倉的話，第一觀察區間放在62到70美元，接近20日均線，前期反彈起點和情景加權價值高於83美元不追，等收入增長與毛利率重新匹配。第二觀察區間放在50到56美元，但同樣不能只看價格，前提是 Neutron 沒有再次延期，積壓訂單繼續轉化，毛利率沒有持續跌破 30%， 收購融資也沒有明顯超出預期。條件成立，價格回落才會增加吸引力。如果關鍵邏輯壞了，便宜一點也不代表值得買。已經持倉的話，可以繼續觀察。股價進入95美元以上，可以分批降低倉位。如果有效跌破45美元，或者 Neutron 再次延期，稀釋明顯加速，就要重新評估。重點跟蹤 Neutron 的真實發射節點、訂單轉化速度和毛利率。總結一句話， Rocket Lab 交出了一份增長很強的財報。但80美元買到的不只是今天的營收，而是 Neutron 成功、國防訂單兌現和 Iridium 整合順利的組合結果。公司值得持續跟蹤，當前價格仍然適合等，而不是追。如果你也在研究 Rocket Lab 或者商業航天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